总投资超5000亿美元，沙特的超级项目邀请我国合作。近期沙特代表团访华，访问第一站就是北京，目的是吸引中企参与该国未来城项目的建设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1. 沙特基本情况。沙特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大的国家，面积225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大约3617万。沙特首都是利雅得，它是红海和波斯湾之间的中转站，是沙特第一大城市，坐落于哈尼法谷地的平原之上，是一座典型的绿洲城市，人口超过600万。利雅得从前只是一座沙漠小城，在上世纪30年代发现石油后，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，已成为阿拉伯地区最著名的花园城市之一。该市的主要工业部门是石化、炼油、纺织等。沙特资源丰富，有金矿、铜矿、铁矿等30多种金属矿，以及钾盐、石灰岩等非金属矿。最丰富的当属油气资源，以探明石油储量约2976亿桶，居世界第二，占世界总量的17%。天然气以探明储量约9.4万亿立方米，排名世界第6。该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石油储量、产量和销售量最多的国家之一。1981年，沙特的石油产量达4.9亿吨，收入1032亿美元，已成为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。石油为沙特提供了87%的财政收入，贡献了42%的 GDP， 出口收入的90%，以及全国总收入的75%。2022年，沙特的 GDP 总量约11081亿美元，人均 GDP 约3.44万美元，亚洲第9。按照人均 GDP 数据，突破3万美元就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。但是沙特并不是发达国家，这是因为该国的经济的主要来源是石油，经济结构单一，高科技产业不发达。为了摆脱对油气资源的依赖，沙特正重点发展水泥、钢铁、电力、海水淡化等基础工业和现代工业。2. 沙特邀请中国合作未来城。今年1月7号，阿拉伯新闻网报道，沙特未来城的2个项目预计在2024年迎来第一批居民。2023年时，已经有多家中企参与到沙特未来城的建设中。美国还曾因此恶意抹黑，称未来城应用中国监控技术，可能隐藏着更黑暗专制的现实。4月15号，沙特代表团开始了对北京、香港、上海等主要城市的访问，为期7天，第一站就是北京。此次访华也是为了推介未来城项目。沙特方面表示，未来城工程庞大而复杂，需要大量中企的加入，相信这会给中企带来巨大的机遇。沙特未来城是一座位于该国西北部塔克布省的工商业新城，由该国王储萨勒曼在2016年提出，该项目于2017年正式启动，将于2040年初步建成，2045年将拥有900万居民，未来将成为一座人工智能之城。预计到2030年将创造38万个工作岗位，将为沙特 GDP 贡献1800亿里亚。未来城的规划占地面积约6.5万平方公里，预计总投资约5000亿美元，是沙特2030愿景框架下的区域发展样板。该国计划重点在该区域发展新能源、食品、交通运输、数字科技、生物科技等产业。目前，NIO 未来城公布了3个区域，分别是零重力城市 The Line、世界级旅游胜地特努基纳以及未来世界工业 Oxagon。The Line 是未来城的主体，该区域占地面积只有34平方公里，这是一座长约170公里、高500米、宽200米的线性城市。The Line 的外墙被镜面包围，能够反射周围景象，使建筑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在视觉上融为一体，同时能使自然光更好地穿透进去，提高太阳能利用率。它能够从亚喀巴湾一直延伸到沙漠区。The Line 的内部功能呈现3维分布，使居民能够在水平或向上向下3个方向上无缝出行。城市内并没有传统的道路与汽车，交通工具只有飞行出租车，使居民能够步行5分钟就能够到达所有公共设施。The Line 内部计划修建新的高铁，预计时速将超过每小时500千米，城市任意2点之间的行程缩短在20分钟以内。同时，该城市全部采用可再生能源，城市内将保留95%的原有自然景观。该城市将用于申请2034年的世界杯。Oxagon 的建设标准是世界上最大的浮动工业综合体。该区域计划为未来城建设首个完全集成的港口和供应链生态系统。建成后，世界上大约10%的集装箱船将通过该贸易航道。
Oxygen 的一半漂浮在海面上，完全摒弃化石燃料，100%使用清洁能源，是未来城智能化和创新程度最高的新城。海水淡化的智能工厂、制药研究中心、可再生能源的研究与利用、无人驾驶交通工具的推广等，是 Oxygen 聚焦的主要领域。特鲁基纳的建设更为特别，它将成为海湾地区唯一一个主要的户外滑雪场。特鲁基纳坐落于海拔超过2000米的山脉中，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，预计将于2026年建设完工。2029年，特鲁基纳将承担起举办亚洲冬奥会的使命。3. 沙特为什么选择中国？沙特选择中国是可以预见的。中国与沙特曾经合作过沙漠高铁，双方有良好的合作基础，而且在基建领域，中国的实力举世皆知。未来城是一座全新的科技城市，目的在于将科技与能源融为一体。在这方面，中国的技术领先欧美国家，比如已经融入中国人生活的扫码支付和共享经济，在欧洲还没有得到广泛推广。未来城项目的主题包括科技、自然、宜居、持续等，兼具生态旅游、清洁工业等区域，能为沙特经济转型提供推动力，帮助其发展多元经济，创造新的发展机遇。对于中国而言，这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沙特的又一合作机会，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基建实力的舞台。这种双赢的合作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国际合作的借鉴和典范。